脑梗对老年人来说是很凶险的一种疾病，尤其是患有三高的人更要注意预防。其实脑梗跟不好的习惯有很大关系，建议大家要少喝2种水。一、酒水。喝酒在生活中是常事，很多人都有喝酒的习惯，但是要注意，酒水中含有很多酒精，如果过量饮用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，尤其是血压过高的人，很容易诱发脑梗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二、碳酸饮料。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喝水，喜欢喝碳酸饮料，但是呢，要知道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二氧化碳。如果长期喝的话，不仅会导致身体肥胖，也会让血液更粘稠，甚至堵塞，从而增加患脑梗的风险，所以要少喝饮料。那如果想要预防脑梗发生，平时就要多保养血管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常喝茶，比如黑苦荞茶。黑苦荞中富含黄酮类物质卢丁和锌元素，有清洁血管垃圾、增强血管弹性的功效。没事泡水喝，能帮助保养血管，预防脑梗发生，并且还有降三高的。很多人坐的时间长了，会感觉脖子僵硬、头昏脑胀的，其实这可能是颈椎淤堵了。如果颈椎长时间淤堵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打通淤堵。那木子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保护颈椎健康哦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头先向前低，再向后，然后向左，再向右。要感觉颈部有酸胀感，这样前后左右来回的做5分钟。做的时候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活动颈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经络，对颈椎健康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像经常久坐的人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预防颈椎问题。我总是瘦不下去，其实呢，身体发胖很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像你总是坐着不动，经络就可能会堵塞。所以呢，想要瘦下去，那么就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让你体重悄悄降下去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向前弯曲。尽量的用双手去摸地面，双腿要保持伸直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再做。每天做5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2条腿内侧有膀胱经，那这样拉伸能够拉通膀胱经，膀胱经通了，湿气和毒素也能够排出体外，对燃脂瘦身有帮助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坚持做一做这个小动作吧，希望对你有用。话说男人干净就强壮，女人干净就漂亮，所以呢，平时养肝是必不可少的。大家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哦。那吃什么好呢？下面木子就给大家推荐2种吧。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那经常吃可以促进肝气循环，舒缓肝郁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视力，建议大家可以做成菠菜汤哦。第二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果糖、葡萄糖以及维生素，有助肝脏解毒，对保护肝脏有很好的作用，所以爱吃西红柿的人，肝脏也会感激你哦。那想要肝脏好还要有规律的作息，不熬夜，心态好一点，比啥都强。肝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那如果肝脏不舒服了，除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外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的注意，不妨常喝1种水吧。五味子泡水。五味子颜色很好看，通常用来煲汤、泡水。五味子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经常吃能够帮助修复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了多喝一水，还可以常吃2物。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里含有很多维生素，那肝不好的朋友经常吃，能够帮助肝脏恢复正常运转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第二种，胡萝卜。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， 常吃一些胡萝卜，不仅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，也能够促进肝脏排毒，养护肝脏的健康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
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，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呀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寿。泡干净的人通常会有3个表现，占1个也要恭喜你。表现1：排便规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周的排便次数应该不少于3到5次。如果小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存在便秘的情况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但是肠道干净的人，排便也会很有规律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表现2：肠道蠕动能力强。如果肠道干净健康，那么蠕动能力也会非常强，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但如果肠道蠕动缓慢，就可能会使身体堆积毒素，影响肠道菌群失衡，从而引起肠胃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肠道蠕动能力强，说明肠道还很干净。表现3：气色好。如果肠道干净，那么人的气色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。若是气色不好，出现长痘、头发油腻、食欲不振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注意调理了。俗话说，肠道常清，人则长寿，所以保护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是保养肠胃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能够先。很多人会被白头发所困扰，那中医认为，肾者气化在发，有些人长白头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。那经常熬夜、压力太大，这样也会损耗肾气，使人出现白头发。所以想要延缓白发生长，首先要补足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踮脚敲打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2腰椎棘突旁开1.5寸，大约2横指的地方。第2腰椎就是与肚脐眼平齐处。找到肾腧穴之后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敲打此处。敲打的同时，双脚要踮起脚尖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，直到背部发热为止。敲打肾腧穴有很好的补足肾气、温补肾阳的作用。坚持敲打，肾气足了，白头发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肾气不足的朋友，平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等等，对补肾、防白发都有很好的效果。有些人啊总是头晕头痛，整天呢昏昏沉沉的，这样的情况不能够大意喽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预防脑梗哦。那这个动作呀，就是按摩颈部。首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以后，快速的放在颈部左右2侧摩擦，力度适中即可。摩擦的速度呢可以快一些，要感觉皮肤发红发热。每天早中晚各做5分钟。这样按摩可以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松弛和血液循环，能帮助提高大脑供血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、预防脑梗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可以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如果每天睡觉前都能坚持用热水泡泡脚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，调节内分泌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3个误区要避免。误区1：泡脚时间长。很多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，养生效果越好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泡脚时间长了，容易使双脚局部血液循环长时间的过快，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。误区2：吃完饭马上泡脚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所以喜欢在吃完饭泡脚。如果吃完饭马上泡脚，会影响胃部血液的供给，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泡脚比较好。误区3：泡脚水温过高。很多人泡脚时不注意水温，认为水温越高越舒服。如果这样，很容易烫伤脚部皮肤，使血管过度扩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泡脚时水温最好控制在50度以下。
泡脚并不是随便泡的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泡了也等于白泡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泡脚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只有正确的泡脚方法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